欣赏古代希腊男性雕像，重点当然是他们裸体的健美肌肉、可口的巧克力腹肌，还有俊俏脸庞的阳刚气概。不过，我发现了一个状况，他们的这里，对，这里，有点小。小也就算了，他们居然都是松弛的。就拿大卫先生来说，身高16英尺、11.5英寸的他的那里就小于平均的水平。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色情在膨胀尺寸的迷恋中发挥了作用。现代人的思想中，大家普遍认为男人的那里越大越好。对娇小松弛的鸡鸡的偏爱，在罗马基督教和文艺复兴时期特别盛行，这激起了学术界长达几个世纪的观察和分析。经过研究，艺术史学家埃伦·奥德森分享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认为，如果我们将他们的鸡鸡大小与大多数松弛的男性鸡鸡进行比较，实际上他们并不比现实生活中的鸡鸡小很多。在今天社会，壮硕的鸡鸡被认为是男子气概，但在那时，大多数证据都表明，小鸡鸡被认为比大鸡鸡更好，因为大鸡鸡在当时被认为是愚蠢、好色和丑陋。小鸡鸡在古希腊更受重视，是因为关于男性美的文化价值观和现代完全不同。古希腊男子的鸡鸡越小，显然越理智和有智慧，因为他更多的使用大脑，而不是鸡鸡的可能性要大得很多。这种观念对欧洲艺术中男性身体的所有表现都产生了巨大影响。难怪在整个西方艺术史上，小鸡鸡雕像一直是常态。埃伦·奥德森在讨论古典雕塑中的小鸡鸡尺寸时指出，这些雕像的草图大多是在男性运动员激烈运动期间或之后被画下来的。他们的小鸡鸡属于正在收缩的状态，自然大不起来。如果在剧烈运动状态时，鸡鸡还一直处在兴奋的状态，那些运动员可能是在运动场上看到了不该看见的东西，运动表现应该好不到哪里去。关于米开朗基罗的大卫的小鸡鸡，两位佛罗伦萨医生在2005年进行了一项研究，提供了一个科学的解释。大卫的鸡鸡是因为受到生命的威胁而变得苍白无力。米开朗基罗的意图是描绘大卫对抗歌利亚的情景。当时大卫正要与巨人歌利亚来个厮杀。从解剖学的角度来推测，大卫的前额肌肉的形状都与恐惧、紧张和攻击性的综合影响一致。这就完美的解释为何大卫的鸡鸡会那么小。如果在面对歌利亚搏斗时，大卫的鸡鸡还是处于勃起的状态，那种对抗的画面，我真的很难想象。然而，有许多古代雕塑描绘的并不是运动员，而是人和神。那么为什么这些家伙的鸡鸡也很小呢？答案是文化品味问题。如上所述，希腊人更喜欢看到他们的英雄有小鸡鸡。这种偏好源于几个因素：
古希腊理想中的男人不是好色的情人，而是睿智的公仆。他们将小而不勃起的鸡鸡与节制联系在一起，这是形成他们理想的男子气概的关键美德之一。古典文学教授安德鲁·里尔解释道，理想的男人如英雄、神、裸体运动员等，他们拥有小而不勃起的鸡鸡，这样才能与神话中的色狼、酒鬼和好色的半山羊人的超大而勃起的鸡鸡区分开来。其实这个时代也有很多雕塑也并不全是小鸡鸡，例如一位总是被现代标准描述为天赋异禀的神，名叫普里阿普斯。他是生育之神、牲畜和花园的保护神。他最厉害的是拥有一个壮硕而且永远勃起的大鸡鸡。普里阿普斯是阿佛罗狄特和酒神狄俄尼索斯的儿子。阿佛罗狄特是古希腊神话中的爱情和美丽的女神，同时也是性欲女神。阿佛罗狄特得罪了宙斯的妻子赫拉，因此愤怒的赫拉在她怀孕时还在子宫里的普里阿普斯就被赫拉诅咒。她诅咒他丑陋和拥有一条巨大无比还永远勃起的鸡鸡。可别高兴得太早，因为他诅咒他的大鸡鸡在行房时会阳痿。赫拉的诅咒让普里阿普斯的大鸡鸡干不了什么大事，不过他的大鸡鸡唯一的作用是可以帮助植物生长。普里阿普斯出生后，阿佛罗狄特发现自己的儿子竟然如此的丑陋，以至于其他神灵拒绝让他与他们同住，所以他是由好色的色狼抚养长大的。永远充满欲望的普里阿普斯有几个神话故事，在这些神话中，他试图强奸沉睡的女神、仙女和处女，但每一次他都不能勃起。所以普里阿普斯是一个悲剧人物，他总是被描绘成一根巨大的香蕉。除了神话人物，古希腊人还看到了其他鸡鸡粗大的反面例子，那就是野蛮人。另外，大鸡鸡还代表一个人的不文明。请记住，在历史的这一时期，希腊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文明岛屿，它的周围是更原始的野蛮部落。野蛮人经常试图袭击希腊城镇。大鸡鸡代表了一种野蛮人的刻板印象，那就是疯狂的男人被他们的好色冲动所统治。许多围攻希腊并与希腊交战的野蛮人表现出他们对大鸡鸡的崇拜，因此这种崇拜在希腊人的眼中是野蛮和文化真空的标志。无论是傻瓜还是野蛮人，大鸡鸡都被认为是被欲望统治的标志，并且与不文明的类似动物的行为有关。在当时，一个年轻的希腊男子不想落得像普里阿普斯那样的下场，也绝对不想被认为他们和野蛮人有联系。理想的希腊人是理性和有智慧的，他们仍然可以有很多性行为，但这完全与他们鸡鸡的大小毫无关联。但是小而乖巧的鸡鸡让他们看起来是文明和睿智的。男性青年青春期前被认为是美丽、天真和充满潜力的，因为他们的鸡鸡潜能还没有真正的爆发出来。因此在当时，男孩的鸡鸡越小就越接近理想，也会被认为越有吸引力。总而言之，我们对男性鸡鸡尺寸的痴迷将会一直存在，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略有改变。所以如果成年后鸡鸡小过平均水平，完全没必要感到沮丧与自卑，因为你只是出生晚了大约2500年罢了。